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我们过去多次聊过，日本正面临摆脱通缩的转捩点，其中日股的表现尤其亮眼。光是2023年，日经指数就上涨了28个百分点，更在今年3月突破4万点大关。其中股神巴菲特旗下的波克夏公司，自2019年开始入股日本5大商社，短短4年期间就获利数十亿美元。本期影片就来介绍让老巴暴赚的5大日本企业。今年4月，巴菲特领导的波克夏海威瑟公司传出发行以日元计价的公司债，这也是波克夏自2023年11月以来第8次发行日元债券。外界推测，波克夏将把筹来的资金进一步投入日本商社的股票。回顾股神的日股之路，起源于2019年7月，当时他们选定的目标是日本5大商社：伊藤忠商事、三菱商事、三井物产、住友商事株式会社以及丸红株式会社。当时这个决策曾受到各界质疑，但之后的事实再次证明巴菲特独到的眼光。截至2023年底，波克夏从这5大商社获得的未实现收益高达80亿美元。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从老巴进场后至今，这5大商社的日元报酬率全都高于同期的标普500。在巴菲特进场后，这5大商社立刻吸引全球的目光，许多平台也都提供便捷的日股投资管道。以下便要介绍我们的老朋友富途，现在参加限时活动，还可以领取30天日股免用券和1000日元现金券，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。而且现在新人奖励高达港币1700元，开入前输入我们的兑换码，还有额外200块的现金券免费领取。完成开户后，记得到下方链接领取富途日股限时奖赏。回到本期内容，我们接着就要来一探这5大商社，他们各自是什么样的企业。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，伊藤忠的业务范围相当广泛，从资源开发、制造加工，再到批发与最下游的零售。当前伊藤忠在全球61个国家设有约90个据点，组织业务涵盖纺织、机械、金属、能源、粮油食品、生活资产、不动产与资讯金融，就连我们熟悉的全家便利商店也在其麾下。伊藤忠当前的市值高达10兆日元，之所以发展出巨大的规模，源自三方有利的理念，也就是其商业行为对卖方、买方与社会都会带来利益。这套理念根植于伊藤忠的100年历史。伊藤忠源自日本19世纪的走贩文化，当时近江地区的商人会定期走访各地的老客户，其中一位商人便是伊藤忠的创始人伊藤忠兵卫。他在1872年创业卖布料，并在1983年于大阪开设伊藤线店，并被视为伊藤忠商事的前身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时期的伊藤忠与接下来要介绍的丸红密不可分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双方都有紧密的关系，直到2战后日本财阀解体，伊藤忠与丸红才正式分家。丸红株式会社，丸红虽然跟伊藤忠系出同源，旗下事业也包山包海，但两者相比，丸红的强项主要在生产上游。这家商社进口的咖啡豆在日本市场占比高达30%。丸红曾在2012年收购美国第3大谷物交易商，收购后的交易量追上全球谷物之王美国的嘉吉公司。根据中国媒体2014年的报道，丸红在广大的中国市场占下2成大豆进口量的江山。除了粮食原物料，丸红的事业触角还延伸到化学、能源、金属与航空。从公司2024年发展计划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家100年企业相当重视革新，现正积极发展永续型业务，并增加数位技术的应用。三菱商事，三菱商事被称为日本最大商社，当前的市值接近15兆日元，子公司加上关联企业多达1815家，员工总数超过79000人，旗下业务一共分成8大部门：地球环境能源、材料解决方案、金属资源、城市基础设施、移动出行、食品、智慧生活与电力部门。从人们日常生活可见的汽车到农威鲑鱼养殖加工，都能看到三菱商事的身影。这家企业起源自1870年代，创办人名为岩崎弥太郎。在创业之前，岩崎在大阪负责商会监管工作。由于明治政府实行中央集权，推出了废藩置县政策，岩崎弥太郎随后接管了地方商会，并将其改名为三菱。此后的10多年间，三菱承担了军事运输重任，事业版图也逐渐扩大，涉及金融、仓储、水利与保险等业务。时间来到2战末期，庞大的三菱集团也躲不过联合国的财阀解散命令，历经一连串的解散与合并
1954年，三菱商事绘图转身。1960年代，日本社会弥漫起商社无用论的说法，三菱集团为此加强内部合作，更以集团协作的方式扩大跨国贸易的规模。如今，这家企业将脱碳解决方案、线上线下融合以及新产业开发视为2024年的3大发展战略。三井物产，我们前面介绍的企业有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业务范围非常广大，而三井物产也不遑多让。这家企业拥有513个子公司与关系企业，业务范围从生产上游的矿业、食品原料，一路到下游的零售。另外，他们还涉足医疗健康、不动产与 IT 领域，当前的总市值大约11兆日元。由于采行多角化的经营，世界各地几乎都可以看到三井物产的投资项目。去年9月，三井物产宣布携手加拿大能源业者共同投资台湾的离岸风电计划，在彰化外海新建73座风机，预计将从2025年底开始营运。三井的起源可追溯回17世纪，一名武士的后代三井高利开设了一家名为三井越后屋的和服店，之后一路发展成日本第一家百货公司三越。为了管理庞大的收支，三井家族成立货币兑换店，而这便是三井银行的前身。随着业务不断扩大，集团涉足跨国贸易业务，打下日后三井物产的营运基础。资料显示，上世纪初期的三井以物产、银行与矿产为核心，形成日本规模最大的财阀，但同样在2战后被迫解散，并辗转重组成现在的三井物产。著有商事株式会社。翻阅最近1年著有商事的华语新闻，大多跟能源以及原物料领域有关，像是跟台湾的台电签署合作备忘录，锁定发展燃煤混氨发电的技术。不过这家公司的多角化程度不输给其他4大商社，除了能源、钢铁、都市开发与化工领域，著有还把触角延伸到跨国零售，更曾是台湾超商美联社的第2大股东。这家企业的历史相当特别，住友家族最初是在京都经营书店与药铺，主理人住友正友还把经营理念写成一本书，内容提到的正直、慎重、可靠，至今仍然被企业当成核心精神。不过说起住友商事的根基，还是要归功于2个人，分别是正友的姐夫与妹婿，他们经营铜矿精炼与开采生意。此后铜矿事业一路延伸到林业、建设、金属和金融，然而住友也步上其他财阀的后尘，2战后被迫解散。有趣之处在于，住友商事这个名称直至1952年才首度出现，因此也被称为迟来的商社。以上就是这5大商社的起源以及业务内容。从内容可见，他们都不是专精于某一项业务，而是经历多年累积，开发出庞大的商业帝国。可预期在日本转型的过程中，这些企业都将持续发挥影响力。至于想要跟进股神脚步的朋友，我们建议可以从细看财报起步，就像巴菲特说的，要投资自己理解的企业是关键的第一条心法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朋友们若对日本投资感兴趣，可以透过香港富途踏出第一步。现在的新人奖励高达1700港币，输入穷奢的兑换码，再送200块的现金券。详情请见资讯栏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